拉米亚，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坐上这辆马车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吗？是我还很小的时候。没错，那时候马车上还不止您一个人。下一任遗迹的主持将从你们之中选出。我希望你们能认真对待这个事情。选拔不是过家家一样的游戏，而是一件非常重要、关乎整个城镇安危的大事。当然，我也并不是要求你们现在就紧绷起来。距离抵达神殿还有一段时间，你们不妨说说，如果当选遗迹的主持，你们都有什么愿望？什么都可以。我想要漂亮的衣服和裙子。我可以像今天一样被大家挤着围观吗？我想要其他人都听我的。你想说什么？这位可爱的小朋友，在这里发言可以不用举手。我如果当选上了，可以给我发吃的吗？吃的？对不起，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贪心了？我可以只要很少一点。不会，我的孩子，是你的要求太微不足道了。吃的，如果当选，即使你想要世界上最美味的蛋糕，神殿也会日夜不断地为你提供。我不想要什么蛋糕，我只想要可以吃的东西，什么都行。海边一直刮很吓人的风和大雨，村子的收成很糟糕，大家都饿着肚子。好多爷爷奶奶为了给其他人留下食物，都自己打开门走出去了。我不想这样。来我这里，我的孩子。多么卑微的愿望！为了村里的人有口吃的，为了消弭风暴，你就这样跑上了神殿的马车。可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。在这条路上挣扎，走到今天，辛苦了。已经过去了那么久，
是的，很久很久了。您真的很在乎那座村子呢。当然，这里是我的家。所以，您要保护他呀。如果不举行遗祭，海神的怒火将伴随洪水与惊骇之物席卷大地。到了那时，您的家就没有了。那是您想看到的吗？不，我不想那样。没有人愿意那样，而且，遗迹并不是屠场。那是凡人通向幸福的桥，是侍奉神明左右的门扉。完成了这一切，便能获得恒久的幸福。是这样的吗？够了，闭嘴！你的话太多了，快动手，拉米亚！
为了我的愿望能以最圆满的方式实现，是的，所以，请带他走吧。我都做了什么？